用来修路挖起来的这个坑给它填起来了。叉叉他们之前在城子里面的水拿去洗家里面的那些东西，现在没有了，这里面这些水流掉了，然后这个坑也给它填平了。这是之前修路的时候用来和砂浆水泥的，然后砂浆水泥和了之后干了，它就成了一个临时的水井。之前用来堆放水泥的2块铁板有点挡路了。叉叉他们这条支路这里也给它填平一下，因为每次下雨的话都不好走。下面就相当于之前是截断了的，现在又给它填补上。到这里来就已经没有泥巴了，已经全部用来填在这条小路这里了。现在这条路就非常平整了，电动车、小车随便开到这里来都没问题。填到这里来已经彻底没有泥巴了，不知道下面低洼处用什么东西来填，因为下面的话还是比较低的。现在这里就是叉叉他们小路的位置，看填了一下，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缺口，到时候硬化路的时候给它弄平整。现在没有泥巴来填了，如果有多余的泥巴的话，可以完全给它填平。然后那个弄一个斜坡下来，他们到时候骑车上去都是没问题的。要是这个师傅早一点来把我们这条路像这样弄平整的话，估计就算是毛路都可以通小车。我们现在就只敢骑电动3轮车下去，不敢把小车开下去。不过现在把这里个路给弄平整了之后，马上就要来硬化了，也不缺这一时。上面这一段路已经很平整了，对于挖机师傅来说难度不大，因为这上面之前大致就比较平整。现在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下面，因为低洼的地方特别低洼，高的地方呢也比较高，所以就很考验挖机师傅的技术。你看，像这个地方就是用石头来填补的，因为这里是比较低的。挖机师傅沟通这条路，他说好好弄一下，好好填一下。像这样就能看出来低洼的地方和高出的地方。这下面看起
起来就会慢很多。你看，上面一会儿的功夫就填平了，但下面就不行，低洼的地方没有土来填。已经来到这堆石头这里了，这石头不知道是不是要转运上去。今天这个挖机师傅的主要负责就是把路给填平，这些石头他先暂时不管。这里是镰刀叔叔他叫施工方给他切的薄坎，然后让泥巴往里面填。路面上的泥巴都不够，他还说要帮他填薄坎里面。现在应该是把里面给弄平整就可以了。怎么弄？下来看一下，考察一下实地情况。挖机师傅说这里的路好像有点不对劲，具体哪里不对劲他也说不上来。因为之前切薄坎的时候，那个薄坎师傅和村民是吵起来了的。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去评这里？他们之前吹薄坎的时候发生了点小矛盾，咋哈子里面不管他，就光弄外头就行了。没办法，他们不准。这不准啊！爷爷都说这块地方不是镰刀叔叔的。叔叔也有点看不下去了，但是这条路已经修成这个样子了，也没办法，只能按照他这个样子来做。他们在讨论的是这一堆石头，看一看要不要给它放在这个圈起来的这块地里面。但不知道老板是要转运走，还是要让它堆在这里。下面这条路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难度系数怎么样？那这条路是这样的。哇，现在看这条路好宽敞啊，并排走2个车没问题，而且特别的平整。因为那里的那一块地是放牛叔叔的，然后被镰刀叔叔给他私自圈起来，圈成他自己的了。然后放牛叔叔的弟弟就过来说，那块地他现在占用了就占用了，但是泥巴不能给他堆放在里面。他说占了别人的地，虽然他的放牛叔叔就是他的哥哥，没说什么。但是他的弟弟有点打抱不平，所以他说那一堆石头就算不要给他扔到其他地方去都不会
给它堆放在圈起来的那块地里面。他说就让它空着。因为放牛叔叔的弟弟没有来，要是来了的话，肯定不让挖机师傅把泥巴堆放在里面。因为挖机师傅不知道这里的情况，不过他堆放了就堆放了吧，我觉得这个泥巴给它填补就填补，反正多余的也不知道铲到哪里去，就给它填补在里面，反正吃亏是福嘛，是不是？这里现在修出来就是这个样子，之前没有弄平的时候看起来很窄，其实给它弄平整了之后还是挺宽的，而且它没有用挖机给它压实，就是上面这种松软的泥巴踩下去的话，它是有一个脚印的。已经到爷爷奶奶家房子旁边了。像这个路，如果是不及时硬化的话，这个下一场暴雨又会把这些泥巴冲刷的特别干净，又会冲刷成那种水沟，然后低洼的地方又开始低洼了。所以这条路现在弄平整了之后，要及时的硬化，才不会出现潜意识的问题。这里是奶奶家的后屋檐，爷爷奶奶小的时候硬化路的时候，也一起用砂浆水泥给它这里也一起硬化了。到时候排水的话，就不至于有泥巴堵塞在排水管里面。像现在刚挖起来的这种松软的泥巴，要用挖机不断的给它压实，用这个挖机不断的碾压，它才会很结实，下暴雨才不会冲刷成水沟。碾压过后的这些泥巴就特别的紧实。现在后面的这个是碾压过后的路。